今天我們要玩點大的，推車上這幾個是目前市面上號稱最頂級的3個假 LV OMBB 包，商家都吹噓自己是天花板，那它們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？先別急着滑走，或許這類視頻你已經看太多，沒有新意了，但相信我，這3個假包可不是從電線桿子上抄來的。先揭曉個 LV 包上的密碼，看看你有沒有興趣。看，正品老花 LV 包，皮面上 LV 的字母 L， 它的頂端小黄點的排列是有規律的，從上往下看，是以傾斜58度角斜着排列，總共數量有32排，並且每個老花 LV 標識都是這樣，它就像是一個隱藏的密碼，不能被造假商察覺。那麼真的是這樣的嗎？常規鉴別真假 LV 包的很多方法，在這3個頂級假包面前完全失效。例如看 logo 上字母 V 的尖角是否突出，老花字母 L 是否倒角，背带扣上的鉚钉，龙蝦扣的凹槽，缝線的走向。听不明白沒關係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所有的這些辨別真假的方式都已經在這3個包身上失效了。到底頂級假包能不能以假亂真，蒙混過關？讓我們現在就來扒拉扒拉。哥几個抄家伙！先開箱看看吧。3個盒子雖然看起來都很低調，但裡面裝的是故事還是事故，我們拭目以待。為了今天的測試，我不光準備了微距鏡頭、電子秤、吸鐵石這些硬核工具，既然要做全網最详盡的真假對比，當然少不了正品 OMBB 包的加入，用它來做我們的照妖鏡。我手裡這3個就是今天的3位挑戰者。現在正品就在這兒，和這3個李鬼放在一起，大家可以猜一下，到底哪個更真？還是說這4個都是李鬼呢？我們用 A、B、C 來命名這3款假包。這3個包的價格排序是 A 款價格小於 B 款 ，B 款價格等於 C 款。現在正品 LV 包已經蓄勢待發，鹿死誰手，立竿見影。師傅說的沒錯，原來蒙着臉的功夫都比較高。結果會反轉嗎？不賣關子，先揭曉答案。咋的？說好不賣關子的。好，正式对比開始。它們的品質排序是呈現階梯式的，首先 A 款最次，其次 B 款居中，而 C 款則是號稱是已經無限接近正品的神級版本。那到底是不是這樣的？讓我們拭目以待。我們正式開箱，這裡有個非常明顯的區別點 ，A 款和 B 款包包外面都套着一層透明塑料袋，裡面才是防塵袋，而 C 款只有防塵袋，沒有那層多餘的塑料包裝。經常買假包的朋友都知道，正品是不會套這種廉價塑料袋的。C 款在這點上確實模仿得更到位。接下來，先從老花皮料上的標識對比開始吧。首先看 A 款，一眼假，它的 LV 標識顏色比正品亮太多了，扎眼。B 款稍微好點，但標識顏色依然比正品偏亮。只有 C 款，它的標識色調跟正品基本做到了同步。再看皮革的底色 ，A 款和 B 款都有明顯的色差，而 C 款的顏色是最接近正品的。色差是怎麼回事呢？將正品的皮革表面放大很多倍後，可以看到正品的皮革紋理如同火山岩石一樣，有着許多褶皱和細小的毛孔，這會使得照射下來的光線形成一定的漫反射，從而導致正品 LV 包的表面不會顯得那麼光亮。接下來我們看看 A 款和正品包的表面在被放大很多倍之後，它們之間的对比。我們上微距鏡頭，大家看，这是 A 款放大後的表面，紋理非常死板，沒有那些自然的褶皺和毛孔，表面太光滑了。所以在同樣的光線下，它反射的光更多，肉眼看去就是一種廉價的賊光。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 B 款包的表面上，只不過 B 款的表面紋理會比 A 款的更多一些褶皺，因此它的反光會比 A 款好一些。最後看 C 款，雖然它也做不到像正品那樣完美的火山岩紋理，但它的表面處理明顯比前2款要粗糙自然得多。正是這種細微的質感差異，讓它的顏色和光澤度達到了和正品非常接近的效果。所以第一輪外觀戰總結下來，從光澤和顏色上 ，A 款和 B 款已經完敗給了 C 款。接下來給大家畫個重點，分辨 LV 真假，皮面的標識細節也是關鍵點。大家看標識上的黃色小點，每個小點都是豎着的菱形。當4個小點連起來看時，又能組成一個大的豎着的菱形，而且單個黃色小點中間可能會有空心的黑點。不過不是每一個小點都這樣，這是正品的正常工藝。那現在看看 A、B、C 3款能不能也像正品一樣的排列，黃色小點中間有沒有空心的黑色圓點？結果顯而易見 ，A、B 2款菱形都是橫躺着的，中心處也幾乎沒有黑色的小點。在放大鏡下一眼假。C 款的結果呢？它做到了，黄色小點呈樹狀的菱形，中心處也有黑色圓點，
只不過所有的小黃點分布都很均匀，不像正品那樣有些部分是糊在一团的。第二，字母 LV 的斜线部分，上面的小黄点是呈阶梯状排列的，并且每个小点的长度都不一样，而且正品斜线的小黄點顆粒都是由小逐漸變大的一個順序。如果你不太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的話，現在可以拿 A 款的邊緣斜線進行比較，就一目了然了。這裡可以看到 A 款的邊緣斜線，它的小黃點顆粒幾乎都是同一個尺寸大小排列。B 款的斜線同樣也不太能看出階梯形狀。如果你覺得還是不夠清楚的話，我們可以拿 C 款的斜線來比較，是不是很清楚的看到階梯形狀的排列了，並且小黃點也是由小變大的。現在將正品和 C 款的邊緣斜線並列在一起，看是不是很難分辨出真假。要知道，這是在放大很多倍，並且有真品1對1做比較才能看見的差別。如果平時只用肉眼，那根本看不到以上的這些端倪的。第三，看字母 L， 放大後能看到它的提鈎，左邊尖尖的地方會有一點點回筆的痕跡，不是完全平直的。普通假包這裡基本都是一刀切的直邊，這一點 A、B、C 3款包都能做到。畢竟能讓我們拿來測評的假包，算是市面上仿真度排名前3的李鬼了。還記得節目開始前說過的隱藏在正品 LV 老花標識裡的密碼嗎？就是字母 L 的頂端是由32排小黃點組成，並且傾斜角度均為58度。那麼現在就來窺探一下這3款假包能不能做到。先看 A 款假包是不是這樣？完了，這個密碼 A 款沒有被破解。再看 B 款，同樣也淪陷了。那麼 C 款是不是也這樣呢？如果是的話，那這3個假包都全軍覆沒了。神奇的一幕發生來了，C 款包的字母 L 頂端小黃點的排列竟然和正品完全一模一樣，斜排數量也是32排，甚至角度都做到了58度，這真是把仿真做到極致了。如果當年模仿蒙娜麗莎的那個家伙能看到這兒的話，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手藝還也需要再提高提高？能一直堅持看到現在的你，或許會產生一個疑問，那就是如何判定視頻裡的正品一定是正品呢？通常我們會通過手機 NFC 功能來掃描包上的芯片，正品通常會出現一個18位數的代碼。以 LV 品牌為例，從第4位數開始會以 0163C01 的數字開頭，並且後面的8位數在下一次掃描時又會隨機改變。好，我們現在退出，再掃一次看看它變碼。現在可以看到正品包包經過2次掃描之後，從前面的第4位數開始都是以 0163C01 開頭，而後面的數字則是隨機生成的。同時也會驗證這3個假貨它們能不能掃描出代碼。如果能掃出代碼，那它會是 0163C01 嗎？或者2次掃描代碼也會改變嗎？端起你手中的咖啡，我們一起來見證吧。實測結果直接炸了。A、B、C 3款假包不僅全都能成功掃出代碼，從第4位開始的字符更是和正品一模一樣，都是 0163C01。但最離譜的還在後面，只有 C 款連續3次掃碼，居然都能實現隨機變碼。這一波操作直接顛覆了全網公認的假包絕對做不到隨機變碼的定論。到底是 C 款假包只靠變碼一招鮮，還是在其他地方也做到了以假亂真？真包的品控到底有沒有網傳的那麼拉胯？既然常規鑑別套路已經失效，那咱們只能接着往下深挖。我們從五金、走線，還有標識等多個部位，把 A、B、C 3款假包和正品對比，挖個底朝天吧。接着往下看，這個背帶扣上的圓釘比鉛筆擦頭還小，上面卻刻了13個字母。咱們用微距鏡頭把正品放大，看看它的做工。哎，大家看，正品的五金件底部居然是坑洼不平的，邊緣還有點小毛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其中一個背帶扣上的字母 R 還缺了一塊，另一個背帶扣雖然沒有殘缺，但也算是慘不忍睹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正品五金刻字的鋒利度是真的頂，尤其是字母 N 和 V 的尖角，透着一股精緻感。再看這3個仿品 ，A 款的字母整體胖乎乎的，沒什麼稜角 ；B 款就像是 A 款瘦了身，整體線條比 A 款細很多。C 款呢，相較前2款會好一丟丟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正品和 C 款都採用蝕刻工藝來呈現字體，而 A、B 2款則是用激光來雕刻的，所以 C 款會相對更接近正品一些，只不過沒正品那麼鋒利。畢竟這小圓釘上的13個字母實在是太小了。那到底是仿品做不出這樣的工藝呢，還是說它在這個工藝上提升了呢，讓它的瑕疵更少？
你們是怎麼看的？來總結一下，變五金刻字有個簡單粗暴的方法，直接看 N 和 V 的尖角。再来看底座对比，虽然 A 款底座邊緣有倒角，但是能明顯看到金屬紋理未被打磨 ，B 款同樣也能見到金屬紋理。C 款的打磨和光澤比前2款都好，但也有少數水波紋能被看到。如果说仿品在小圓钉上的工藝不達標的話，那麼锁具上的五金標識也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嗎？這裡我們主要拿正品和 C 款進行比較，可以看到兩把鎖還是有一點點色差。再放大看，正品鎖具的顏色會更偏向於金色，仿品的略微淡了一點，但這種差別非常細微，你再瞪大眼睛看，似乎又發覺這種差別好像又沒有了。再看看正品鎖具上的 LV logo， 我先把它擦拭擦拭，這樣看得更清楚些。原來正品 logo 的底部也不是太平整，還是能看到一些凸起的波紋。字母 L 下部左右兩邊有少許顆粒 ，L 和 V 的邊緣能明顯看見冲壓時產生的凹陷。再瞅瞅 C 款鎖具 ，logo 的底部也能看見樹狀的紋理，但底部的光澤度不及正品光亮，不過也看不到金屬顆粒。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是字母 L 和 V 的邊緣部分，仿品沒有冲壓時產生的邊緣凹陷，整體看着更清晰。不管它好看還是不好看，畢竟沒有100%模仿到正品。那它的制造工藝竟是冲壓的還是激光雕刻的？你們是怎麼說？不管了，看看標識字體形狀和正品一不一樣吧。怎麼樣，這幅圖是不是看清剛才說的字體邊緣部分冲壓後流出的壓痕區別了？至於字體的形狀基本都一樣，該凸的凸，該翹的翹。那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分辨五金差別嗎？阿姨，為什麼你的包就吸不上去？是媽媽做的就能吸得上去。來吧，現在我們有請鑑寶專家吸鐵石登場。是不是傳說中的假包五金都能被吸鐵石吸住，或者真包的也能被吸住呢？事實是，正品鎖具能夠被吸鐵石輕微的吸附住，吸附力度非常細微。換到另一只包試試，同樣 C 款也能被吸住，它的吸附力度和正品的是一樣的。再試試換到其他五金上，会不會被死死吸住？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正品背带扣鉚釘和扣環沒有被吸鐵石勾引。C 款假包也同樣能抵抗住誘惑。還有一處背帶扣，它在包的內側，我們也來試試。一切又在預料之中。耶，不對哦，為啥子它被吸住了嘛？哦，原來是扣子裡面有一顆活動的軸承，它的材質是鐵的，所以它們倆都沒能抵抗住吸鐵石的體香，狠狠地咬上了一口。回到之前的背带扣皮牌上，這裡有個容易被忽視的小細節，我們來看看。正品背面是用來固定這顆圓釘的6瓣梅花螺絲，但這種形態的梅花螺絲並不常見。鏡頭對焦螺絲的底部能看到有打磨過的痕跡。一到 A 款，能看見它用的是最普通的内6角螺絲，這和正品完全不同。螺絲內部既沒打磨，形狀也很奇葩，還能看到同心圓紋理。再看 B 款的螺絲，雖然也呈現6瓣梅花形狀，但與正品的特殊梅花螺絲還是不同。底部也不但没有打磨，而且還出現了一個黑色的小坑洞。接下來是 C 款螺絲，雖然形狀與 B 款相同，但做工更精緻，底部看不見同心圓紋理，甚至比正品的還要平整。儘管形狀與正品有出入，但不得不說，現在假包的工藝已經把細節給摳出來了。再看 LV 標識的分辨方法，細節控們請看這裡。正品 LV 平面標識的主要特徵有這幾個，首先是字母 S 上面的圓小，下面的圓大。字母 V 和 A 的尖角比旁邊字母突出一點點。將 V 的右邊和 A 的左邊連線，幾乎呈現為一條直線。字母 N 的尖角非常銳利，同時形狀接近於正方形。兩個字母 R 的2條腿，像是用剪刀剪過一樣，都是平齊的。同時，右上角 R 外面的圓圈直徑小於字母 O 的直徑。如果給下面的字母 P 加上1條腿的話，它的形狀剛好等同於右邊的 R。怎麼樣？是不是一目了然、清清楚楚？明白。那接下來我們看這3個假包能不能做到以上這些。S 上面圓小，下面的圓大。對了，
V 和 A 的尖角比旁邊字母突出也对了。V 和 A 连線成一條直線還是對了。N 的尖角銳利，形狀也接近於正方形，而外面的圓圈的直徑小於字母 O。給字母 P 加上一條腿的話，它的形狀剛好等同於右邊的 R， 這些通通對版。除了 B 款壓痕不夠清晰以外 ，A 和 C 款都正確。以上這些鑑別方式同樣也適用於錢包裡的皮面 logo。咱們繼續摳細節，把能對比的都扒透。就說背帶扣五金上的這個小鉚釘，正品的正反兩面完全不一樣。正面的鉚釘和底座都光滑平整，這點 C 款做的比 A、B 兩款都強，表面更順滑，接縫處也更緊緻。再看反面，正品是類似齒輪的形狀，而且剛好是12顆齒牙都刻在底座上。咱們逐個看仿品 ，A 款也有12顆齒牙，但它把齒牙做在了鉚釘上，和正品的底座齒牙位置完全反了。B 款更直接，背面压根沒有齒輪形狀，鉚釘和底座都是光溜溜的。只有 C 款完美複刻了正品的齒輪形狀，而且齒牙也精準坐在了底座上。別覺得這是個小差別，要做到和正品一模一樣，首先模具得完全對標，開孔尺寸、齿口數量都不能差分毫。能摳到這個程度，看得出來 C 款的制造者是真的在鑽牛角尖般磨細節。再看背帶扣裡的伸縮子彈頭，這部分4款包倒沒什麼大差別，做的都比較規整，就不多赘述了。至於這個活動軸承，4款都做了打磨處理，但正品接縫處的倒角明顯更圓潤，尤其是下部有自然的弧度，摸起來手感更細膩。細節藏得再深，也逃不过无 A 距鏡頭。4款包龍蝦扣的凹槽內部都沒做打磨，這一點倒是難得一致。但看凸起的咬合口，只有 C 款跟上了正品的步伐，完全看不到铸模留下的接縫痕跡。对了，背帶扣上的 LV logo， 你們覺得這3款假包裡誰和正品最像？來評論區聊聊你們的看法，咱們互動一波。等等，還有個極易被忽略的隱藏細節沒說，把背帶扣翻過來，這可是工藝是否到位的關鍵。正品是將2塊皮料先翻折再縫合，邊緣規整又牢固，經得起時間考驗。而 A 款直接偷工減料，皮料沒做任何翻折就草草縫合，不僅影響美觀，耐用度也大打折扣。B、C 兩款呢，雖然皮料做了翻折，但 B 款折疊得很粗糙，而 C 款呢折是折了，但忘記縫上縫線嘍，都出局。隨包附贈的這個錢夾，它的真假對比也經常容易被忽略。咱們選幾個重點來講。先看鏈牙間距，說人話就是同等長度下有幾顆鏈牙。首先淘汰的是 B 款，圖中 B 款只有5顆鏈牙出現，其餘的都有6顆鏈牙。再來就是鏈牙形狀，正品鏈牙邊緣會呈現出一定弧度，它不是筆直的，但 A 款鏈牙一看就是直的，這一關 A 款也慘遭淘汰。最後剩下的選手是 C 款，我們來看看。它和正品一樣有弧度，並且鏈牙形狀也呈現出多面體的結構，但牙齒尖部不如正品渾圓。再看拉鏈上指，這裡明顯看出正品尺寸最小，打磨也比另外3款更圓潤，有明顯的弧度能被看見。在這個工藝上，3款假包都敗下陣了。然後再來看拉片上的 LV 印字，是吧？這幅圖一看能高下立判了。A 款的字母 L 下部已經模糊不清了，而 B 款的立體感也不及 C 款。但是相對於正品來說 ，C 款字體還是略顯粗大一點，沒有正品那種纖細的感覺。錢夾鑑別，我們再講最後一點，裡面的皮雕石。這個鑑別方法之前已經講過，大家還記得吧？主要看 V 和 A 要突出，連起來是直線 ，R 的圓小 ，O 的圓大 ，P 長得像斷了腿的 R，S 的圓上小下大等等。最後還有一點是没得的 A 也是鑑別的關鍵，這個內容我們留到以後再講。如果把所有真假包的鑑別點都講出來的話，那假包的迭代速度將會非常的驚人，讓我們還是保留一點吧。農用電子秤作響了，難道假包也有論斤賣額？想太多，正品包的總重量是451克，如果假包的皮料做厚或者做薄了，都會影響整個包的重量。用電子秤就是用來檢驗這3只包的皮料厚度是否能達標。A 款最重519克，出局。B 款比 A 款輕10克，比正品重58克，也出局。C 款呢，總重量竟然比正品多出足足4克啊！看來它也不完美，還是出局。牛逼，牛逼！我靠，你在幹什麼？搞什麼鬼？
截止到現在，這什麼玩意兒？我們已經把這個包能翻遍的地方全部翻了個遍了，希望找出每一個細節與正品包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。說實話，這些所有的細節點的差異都非常小，能最被直观看到的地方，比如老花图案的对称能否和正品一致，我们全方位地进行了比对，甚至用最大的倍率来看，老花图案的对称都与正品非常一致。即便是这根背带做得最好的这款假包，也能把缝线和针孔1比1还原。再将背带翻过来一起比对，也能看见做得好的依舊是好的，做得不好的还是不好。你这不是廢話嗎？哎，莫怪老衲我長談，這稿子實在是憋不下去了。若是你們幫忙多點讚，我下一期就給你們揭秘真假香奶奶包的神奇對比。據說民間作坊已經用上超級變色油墨來製作去奶奶的標識了。哦，不對，是香奶奶的標識。哎，這天已經塌了喲。